就喺琴日星期五收市，黃金單日唔見咗接近13%，白銀更誇張，一度暴瀉超過36%。加密貨幣比特幣亦都唔執輸，插咗落去81,000美元樓下。好多人問係咪牛市完咗，係咪要清倉逃命？冷靜啲，今集我哋唔講廢話，直接拆解呢場萬億級美元大清洗背後嘅真正劇本。究竟係特朗普及時按低個暫停掣，定係市場反應過度？被譽為聯儲局最年輕理事嘅 Kevin Warsh 被提名做主席，係咪就係推冧股市落懸崖嘅嗰隻黑手？同埋點解喺微軟暴跌嘅同時，蘋果可以逆市救主？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返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成個大盤發生緊咩事。如果你只係睇指數，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，道指星期五跌咗幾百點，納指又跌，明明之前個勢好似唔係咁差，核心原因得一個，劇本改寫咗。原本市場嘅劇本係特朗普上台，逼鮑威爾減息，美元崩潰，萬物暴漲。但係就在星期五，特朗普正式喺 Truth Social 宣布提名聯儲局前理事 Kevin Warsh 接替鮑威爾出任下屆主席。呢個係一招好高深嘅棋。你要知 Kevin Warsh 唔係嗰種聽話嘅橡皮圖章。華爾街對佢嘅記憶仲停留喺2006到2011年，當時佢係出晒名嘅鷹派，成日警告通脹，甚至喺金融海嘯後經濟仲好虛弱嗰陣，佢已經叫人要加息。所以當呢個名一出，市場即刻嚇窒咗。原本大家預期特朗普會讓個聽話嘅人嚟瘋狂印銀紙，點知嚇咗個通脹殺手返嚟，結果係點？減息預期即刻降溫，美元指數應聲反彈，衝上97.15。美元一強，所有以美元計價嘅資產，由黃金、白銀到比特幣，即刻遭到血洗。但係大家要留意，魔鬼在細節。雖然 Kevin Warsh 以前係鷹派，但佢最近嘅言論其實已經轉軚。佢公開批評現任主席鮑威爾錯判通脹，話通脹係因為政府使錢太多，仲認同 AI 可以推高生產力嚟壓低通脹。簡單嚟講，佢依家係披住鷹皮嘅甲，或者係一個懂得配合白宮嘅聰明人。所以我認為市場星期五嘅恐慌性拋售係一種失調反應，係錯殺良民。講完宏觀，我哋要攞顯微鏡睇下今次嘅重災區貴金屬。老實講，我炒咗咁多年股，都好少見到黃金同白銀可以喺一日之內跌成咁。現貨金價失守$5,000大關，最低見過4682蚊，跌幅接近13%。白銀仲慘，單日跌幅超過2成半，創下史上最大跌幅。點解會咁？除咗美元反彈，更深層次嘅原因係擠擁交易嘅清算。喺過去幾個禮拜，全世界嘅資金都湧入去買金買銀。黃金嘅相對強弱指數 RSI 一度觸及90，係幾十年嚟嘅高位。當所有人都坐喺同一邊船嘅時候，只要有人大叫一聲火燭，大家就會爭相踐踏逃生。咁面對呢種大屠殺，又應該點操作呢？第一，切勿恐慌性殺跌。當 VIX 恐慌指數飆升，金價單日跌1成嗰陣，往往可能係短期底部，或者已相當接近短期底部。第二，關注現金流多過故事。今次財報季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嘅教訓，市場唔再信你畫嘅餅，佢要見到真金白銀。微軟就係一個好例子，資本支出 CapEx 太大，但 AI 收入未跟上，即刻被懲罰。相反，蘋果雖然冇講到天花龍鳳，但 iPhone 賣得好，現金流強勁，股價就硬淨。所以避免嗰啲純靠燒錢講 AI 故事嘅 SaaS 股，齋有實質業績支撐嘅硬體股或者現金流怪獸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掃描一下市場嘅內部結構，你會發現雖然大市跌，但板塊之間嘅強弱分化非常明顯。首先要提嘅係軟件股同埋高估值嘅科技股。微軟 Microsoft 星期五繼續回吐，之前一日已經蒸發咗3500幾億美元市值，市場擔心佢哋燒錢起數據中心，變成無底洞。另一邊廂，你睇下蘋果 Apple， 雖然大市咁差，但佢憑住 iPhone 銷售創新高，加上服務收入強勁，成功穩住軍心，甚至喺公布業績後帶動大市反彈。呢個話俾我哋知，市場資金正在尋找確定性。仲有，唔好忽略能源板塊，雖然油價星期五跟隨大市回調，但美國能源股嘅基本面依然非常靚仔。我喺之前 Patreon 嘅會員通訊提過，當能源股出現集體突破52周新高後，隨後一年嘅平均回報率高達 13.63%， 而且上漲機率係 8%。喺地緣政治咁亂嘅時候，能源股依然係最好嘅對沖工具。美元星期五嘅反彈非常凌厲，美匯指數升咗 0.9%， 去到 97.15。呢個主要係因為歐元同日元跌得好甘，日元跌咗 1.1%， 去到 154.79。
大家要小心日本，日本係美國最大嘅債主，手揸3.4萬億美元嘅資產。如果日元持續貶值，日本央行好可能會被逼出手干預，甚至拋售美債。一旦發生，將會係美股流動性嘅最大黑天鵝。另外，地緣政治嘅火頭處處，特朗普除咗搞韓國，最新仲威脅要對加拿大飛機只收50%關稅，理由係加拿大唔認證美國嘅 Gulfstream 飛機。呢種隨意揮舞關稅大棒嘅做法，只會令全球供應鏈更加緊張，去美元化嘅趨勢亦唔會因為 Kevin Walsh 上台而改變。總結一句，今個星期嘅市場係一場極限壓力測試。Kevin Walsh 嘅提名雖然帶嚟咗短期震盪，但佢明英暗鴿嘅立場，長遠嚟講未必係壞事。依家係1月最後一日，華爾街有句諺語叫1月定全年。好彩嘅係1月最終沒有收跌。歷史數據顯示全年平均漲高達16.9%。不過嚟緊2月嘅策略最好都係切換到防禦模式，減少純粹博大市升嘅 beta 倉位，多做啲選股嘅 alpha，揸實嗰啲有護城河、有現金流嘅優質資產。畢竟投資係一場馬拉松，唔係百米衝刺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言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